香港法定古蹟，迎娶皇姑的印記。古老遺屋守護防線，龍躍頭文物徑。龍躍頭文物徑係政府喺新界設立嘅第2條文物徑，喺1999年12月4號正式開放。龍躍頭到底係咩龍喺度跳啊？其實背後有個超有趣嘅地方傳說啊！龍躍頭呢度有座龍山，聽講以前山入面住咗條神龍，當地人成日見到佢喺山林之間飛嚟飛去，好似條龍喺山頭上面跳躍，所以呢個地方就改名為龍躍頭。呢個傳說亦都剛好幫我哋揭開咗呢個地方嘅古仔，一段流傳咗超過800年嘅皇室愛情傳奇。喺龍躍頭呢個地方，原來藏住一段延續咗800年嘅皇室愛情故事。呢個亦係龍躍頭鄧氏大家族嘅起源故事。等我哋而家將時間倒轉到南宋末年，嗰個時候天下大亂，一位皇室嘅公主為咗躲避戰亂，就一直往南逃。當時擔任縣令嘅鄧氏先祖鄧元亮喺戰亂中拯救咗呢位流離失所嘅公主，嗰時都唔知佢係公主嚟㗎，只係知道佢係一位姓趙嘅孤兒。鄧元亮將佢撫養成人，隨後許配咗俾自己個仔鄧維給。呢位皇室公主直到晚年，終於同宋朝皇室相應，因此被封為皇姑。皇姑就係郡主嘅意思，而佢嘅丈夫鄧維給則被追封為歲縣郡馬。佢哋嘅長子就喺元朝末年嘅時候搬到龍躍頭呢個地方，從此就喺呢個地方落地生根，開枝散葉，最後就建立咗5圍6村，一個充滿皇室故鄉情懷嘅社區。呢段唔平凡嘅皇室血緣，唔係淨係掛喺嘴邊嘅家族榮耀，而係實際地刻畫咗呢片土地嘅樣貌。當大家走入龍躍頭嘅圍村入面，就會見到佢哋係點樣運用建築同埋智慧嚟守護自己嘅家園。有一個關鍵字，大家一定要先認識一下，就係圍起嚟嘅圍。大家可以想象幾百年前呢度係海盜土匪到處走嘅地方，所以呢度嘅圍其實係用超級堅固嘅磚牆將整條村團圍起嚟嘅一座堡壘。呢度唔止係家嘅範圍，而係當時生死攸關嘅防線啊！當我哋搭小巴嚟到龍躍頭文物徑，第一個落車位就係崇謙堂。崇謙堂係一座西式嘅教堂，位於龍山山咀。喺1903年，有基督教巴色會嘅牧師嚟呢度傳教，結果信教嘅人就慢慢聚集起嚟，變成一個基督教嘅村子。由於信徒增多，1983年喺村口左側建造咗新堂之後，舊堂仍然保留。喺龍躍頭文物徑入面，除咗有傳統嘅廟宇，亦有呢間西式教堂，可以睇到龍躍頭呢度唔同嘅宗教同埋中西文化係可以和平共存。喺呢個已經禁止進入嘅鐵閘入面，俾樹木包圍，係一座古老嘅建築物，叫石爐。呢棟房子係香港華恩書院創辦人徐仁壽先生喺1924年興建，係西式嘅洋樓加上中式嘅屋頂。呢個係唯一不屬於鄧氏家族嘅居所。路過呢個好顯眼嘅地方，樂園，睇門面好明顯係一個墓園，係崇謙堂開村長老彭岳三為安葬其母親而興建嘅墓園。彭岳三就係受巴色會指派到龍躍頭傳教嘅嗰位牧師。
麻忽圍原名屈涌圍，係由鄧氏族人喺清乾隆期間1736至1795年所建，至今已經有280多年嘅歷史啦。大家睇下門樓上面嗰個紅砂石門額，刻有屈涌二字，代表咗呢度曾經係青蔥生長茂盛嘅好地方。龍躍頭嘅圍屋大部分都裝有呢種清代防盜嘅古老設計，連環鐵門。喺圍屋入面向上望，可以睇到傳統嘅金字頂。呢座圍村以前亦都有完整嘅圍牆同埋4個更樓，門樓就係用花崗石同青磚蓋成，非常堅固。可惜大部分圍牆已經唔存在啦，不過走入去正中主巷，行到盡頭，仍然會有個神廳喺度。麻忽圍嘅門樓喺1994年被列為法定古蹟。呢個係守護村落嘅社壇，一般呢啲社壇都會起喺鄉村嘅主要通道入口，村民會用磚同埋水泥起呢啲社壇，供奉土地公，亦都叫伯公或者福德公，祈求合家平安。老圍係呢個龍躍頭最早創建嘅圍村，相傳已經有大約700年歷史。老圍起喺一個小丘上，圍牆以厚實嘅青磚築成，為咗風水同防守，四面有圍牆環繞，圍門起得非常狹小。雖然老圍呢度經歷多次改建，但係門樓同埋圍牆依舊保存完好。老圍嘅門樓同埋圍牆喺1997年被列為法定古蹟。走入老圍嘅右側，仲保留咗一口古井，係以往村民嘅食水來源。圍牆上開咗多個窗孔，呢個設計嘅特點係內闊外窄，呢種結構有利於內部嘅防禦者窺探外部敵情同埋發射槍炮，同時減少被外部攻擊命中嘅機會。呢個係龍躍頭鄧氏嘅祖祠，亦都係呢條龍躍頭文物徑嘅心臟地帶。松嶺鄧公祠喺16世紀初為紀念開基祖鄧松嶺公而建。松嶺鄧公祠採用經典嘅3進兩院式建築佈局，並且擁有精緻嘅木雕、彩塑同埋陶塑裝飾，體現咗當代嘅卓越工藝。
松嶺鄧公祠於1997年被列為法定古蹟。喺祠堂入面有供奉歷代祖先嘅木主，包括皇室公主同埋佢嘅駿馬。木主就係神主牌。呢位皇室公主嘅木主上面有獨一無二嘅龍頭木雕，同其他祖先嘅木主唔同㗎。呢塊南軒書室嘅石額係喺麻笏圍附近發現㗎，已經唔知個書室嘅地址喺邊啦，所以塊石額就放咗喺松嶺鄧公祠呢一度。入到去左邊會有啲空間可以參觀。喺鄧公祠可一睹龍山5朵芙蓉，由右邊睇起分別係尖峰頂、神山、大嶺、龍山頂、麒麟頭。大家欣賞呢啲建築物，同時要睇埋建築物嘅斗拱、橫梁、檐板同埋牆頭，都有精緻嘅木刻彩塑同埋壁畫，工藝非常精湛。喺松嶺鄧公祠嘅旁邊就係天后宮啦。入面有供奉住天后娘娘同埋佢嘅侍臣千里眼、順風耳。喺天后宮入面有兩個康熙年間鑄造嘅古鐘，其中一個係康熙34年1695年鑄造，係為咗保佑孩子平安；另外一個古鐘鑄於康熙39年1700年，係以前村中子弟要去省城考試之前，特登前嚟祈求一路上平平安安嘅祈福之物。天后宮喺2002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東角圍已經有600年歷史，佢最大嘅特點係建於高台之上，咁係為咗防止水浸嘅聰明設計。雖然護城河已經被填平，圍村嘅門樓喺1953年重建，原本4角建有更樓，圍門通道盡頭原本係神廳，而家淨係剩返門樓同埋部分牆壁。喺呢個文物徑嘅路上，大家可能會睇到呢個泰山石敢當嘅石碑。村民會喺交通意外頻生或者風水欠佳嘅地方樹立呢啲石碑，係為咗鎮妖擋煞，提醒路人同埋駕駛者注意安全。永寧村係永寧圍嘅分支，亦稱為大廳，大約有300年歷史。永寧圍相傳已經有400年歷史，雖然而家大部分圍牆已經不復存在，但係呢個用紅砂石築砌出嚟嘅門樓依然挺立，係乾隆9年重建嗰陣時留低嘅珍貴標記。我哋而家嚟到龍躍頭嘅門面，亦都係呢座好有氣勢嘅龍躍頭牌樓。啱啱有個日落太陽光照入嚟，非常靚啦！呢座牌樓非常巨型，橫跨咗2條行車線，闊度超過20米，高度亦都將近10米。其實呢座牌樓喺2023年年底先至啱啱落成開光，係龍躍頭一個非常新嘅地標。點解要起一座咁大嘅牌樓呢？其實背後都有個守護家園嘅故仔。因為當時要興建香園圍公路同埋龍山隧道，工程正好橫越咗龍躍頭鄧族龍脈龍山，村民覺得動土會帶嚟煞氣，影響風水，所以先喺村口興建呢座宏偉嘅牌樓嚟到擋煞，祈求全村平安。睇下柱子上面嘅對聯，道出咗龍躍頭最自豪嘅皇家歷史，就喺呢度嘅鄧氏祖先迎娶咗南宋嘅公主。喺條柱前面會有尊威武嘅石水獸，佢哋喺開光大典嘅時候經過咗特別嘅點情儀式，日夜守護住呢條村落。大家睇下牌樓上面嗰個橫梁，有冇發現6個閃亮亮嘅金錢呢？設計師特別選用6呢個無窮之數，每個金錢上面都刻有一帆風順、出入平安呢啲吉祥話，就係為咗鎮壓周邊嘅煞氣。善說書室就係喺新屋村入面，建於1840年，係文物徑入面唯一僅存嘅書室。佢以前唔止係供奉祖先同埋教育子弟嘅地方，甚至仲擺過刀劍戟弓箭等武器俾人習武。喺2次世界大戰之後，善說書室搖身一變成為幼稚園，見證咗時代嘅變遷。可惜而家已經唔可以入去參觀啦。
近龍圍又名新圍，係龍躍頭典型嘅圍村格局。睇下門額上面近龍兩個字，呢個係清乾隆甲子年1744年嘅遺跡，四面圍牆以青磚同埋麻石築砌，四角建有金樓，牆上仲有窗孔，用嚟守護圍城。門口裝咗厚重嘅連環鐵門，睇得出當年嘅防禦功夫做得好足。近龍圍嘅門樓同埋圍樓，包括金樓，分別喺1988年同1993年被列為法定古蹟。小坑村嘅鄧氏先祖原本住喺老圍，但係由於居住環境擠迫，搬到嚟呢度建立小坑村，已經有200年歷史。村民為咗改善風水，以求增加男丁，喺1960年特登喺東面村口起咗個拱門。而喺門外起咗福德祠供奉土地。呢次遊歷咗整段龍躍頭文物徑，深入了解粉嶺鄧氏家族嘅歷史故事，親身穿梭於5圍6村之間，睇到昔日村民為咗防禦外敵所展現嘅建築智慧。